在我们髋内旋受限的同学中，主要有2种情况存在。一种情况是我们髋关节处于一个外旋位，需要加强我们髋内旋的能力；另一种情况是我们的髋关节卡在了髋内旋位，此时要想改善我们髋内旋能力，就需要让我们的髋关节先来到外旋位，再去加强髋内旋的训练。那么今天老王就把这2种情况的练习方法分享给大家。首先我们先来讲，当你的髋关节处于外旋位的时候，我们该怎样提升髋内旋的能力。我们站在垫子上，把你改善侧的脚放在前方，后侧的脚脚掌蹬地，然后我们左手可以抓住一个固定杆。如果你没有固定杆的话，也可以像我这样用木杆来作为支撑点，帮助我们身体的稳定。然后对侧的手臂拎住一个壶铃，A 屈髋屈膝，然后我们折髋俯身向前，膝盖保持不动，俯身到我们最大极限的时候停下来，然后保持我们躯干的稳定，屈髋屈膝俯身，壶铃去找地面。呼气，让我们前侧的脚后跟蹬地发力，还原到我们俯身的这个位置上就可以了。吸气，呼。好，我们依然是弓步站到垫子上，把我们改善侧的脚放在前方，然后在我们大腿内侧顶一个泡沫轴，对侧的手臂拎一个壶铃，重心前移，更多的落在我们前侧的脚掌上，保持微屈髋屈膝的这个状态，尤其是膝关节的稳定。然后俯身折髋，坐骨向后，来到你的最大折髋点。如果你再往下的时候会出现弓背的情况，那么就在这个点停下来就可以了。然后呼气，脚掌蹬地还原。吸气，俯身折髋，膝盖保持稳定。呼气。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下，当你的髋关节卡在髋内旋位的时候，又该如何训练呢？我们把改善侧的腿放在后方，另侧的腿放在前方，让我们后侧的脚的脚趾和前侧脚的中心对齐就可以了。后侧的脚可以微微的冲外，营造一个外旋的趋势。然后我们一手扶髋，一手抓一个弹力带，吸气，头顶向上延伸，呼气，让我们的右手斜前45度向下推，带动我们骨盆有一个向左旋的趋势。好，吸气还原，呼气推。你要感觉到你的右脚蹬地，将重心转移到我们的左侧，同时伴随骨盆的一个左旋。吸气还原，呼气推，让我们的手臂和弹力带的力线在一条直线上就可以了。注意，常见错误是我们不要幅度过大，尽量保持我们躯干的稳定，腋下发力，斜前推，让我们腋下发力带动骨盆有一个向左转的趋势，同时让我们的右脚蹬地去将重心转移到我们的左侧就可以了。上述的动作我们都可以做10到15个为一组，2到3组即可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。如果你是髋内旋受限，你看看你是髋关节处在外旋位，还是髋关节卡在了内旋位，你可以对症训练，相信对你的髋内旋改善一定会大有益处的。关注老王，做深度思考研究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